嗨，大家好，我是小麦。那今天是比较特别的一期，因为大家看我之前的训练跟影片的，应该知道我基本上到现在为止穿的碳板鞋都是闭麦的金碳3.0或是3.0的 Turbo。那原因也很简单，这是我第一双入手的碳板鞋 ，CP 值又高，并且性能又好的一双鞋子。但是呢，最近其实在夏天的训练以及很多强度课当中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些小问题。那它的小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好像渐渐的它的泡棉，特别是在天热的时候，我会踩到底，踩得比较透。特别是当配速进到3分40或者是3分30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在思考是不是说我的碳板鞋需要去做调整。或者说是在我训练到高强度或者是非常高配速的时候，那我要有其他的一个碳板鞋的选择。正巧在网络上啊，最近有看到一些新的鞋子，那亚瑟士的系列实际上就是我最近看到的。那像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自己在网络上买的 Asics 的Metaspeed Ray。那这边好，那它现在是一双全新的 Ray， 我还没有去真正的落地去跑过。那后面的话，我这边就会是找一个长距离，然后是比较有强度的长距离去测试一下这双鞋。我先说一下目前我拿到这双鞋的一个感受好了，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轻，它比闭麦的金碳3要轻很多。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先讲它的尺码。其实我一开始在买它的时候就最担心，因为我是在网络上买嘛，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尺码。现在实体店已经没有办法试到了。那我穿闭麦的金碳3.0是穿25.5的尺码。那我知道蛮多的朋友穿闭麦的这个鞋子会觉得有一点点大。那所以我其实当初选 Asics 的时候就选了稍微大半号。那也是问过蛮多的朋友，跟现场去做一个另外一款鞋子的试穿，然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这一款的 Ray 是26的这个尺寸，那我试下来也是真的刚刚好，也是给大家做尺码上的一个参考。好，那上手之后的第一个感觉啊，就是拿起来它呢，除了轻之外的话，其实就是它的网布非常非常的薄和透。它比其他的鞋子，像我不管是闭麦也好，或是其他家的，都是薄很多的。其实我刚刚有去穿一下，然后在板上走2步，就会发现说，我很担心把这样子的一个网布给就是戳破了，或者说是脚给它顶破了。那当然，我去网络上看了蛮多其他的测评啊，它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啦。也就是说，它真的做的很薄很薄，这个鞋面跟网布，但是它的包裹性是不错的。那另外的话就是比较宽楦的或是宽脚掌的朋友会觉得说这一双的这个楦的位置会其实是偏窄。那对我而言的话，我其实还好。那我的脚其实算是比较小的，所以我这一块其实还好，没有到凸出来的状况。特别是有一些是像是欧洲的一些部落格哦，他们有真的是脚会整个凸出来。OK， 然后呢回到底的部分是这样，它其实这边全部都是泡棉。然后这一层在网络上看的时候，其实觉得它这一层非常非常的薄，但是真正现实看的话，它还是有一点点的厚度啦。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一直磨它，应该是会有一些问题的。OK， 那最容易出问题的应该就是这一块了。那这一块的话，就是完全的泡棉，所以真的去水泥路上试过之后，就知道它会不会真的有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是3/4的一个碳板，所以它不是全掌都是碳板。而且它里面的碳板也不是到完整全部都覆盖到整个的脚掌的位置，所以我有自己在家里面去试跑或者说是试跳一下，发现其实如果真的是脚后跟落地的话，它会非常的不稳定，就是它是会左摇右晃那种不稳定。那如果是侧边落地的话，它是会因为碳板在正中间的关系，它会很快速的就是转移到中间来。所以目前感觉它其实稳定性而言，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规格的碳板鞋，我觉得是还不错的。当然，以闭麦而言的话，我还是觉得闭麦的这个鞋子相对稳定一些。那这一双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的碳板的过渡做得很好，然后它后面的话就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状况产生。OK， 好，那先废话不多说了，很快的就会去把这双鞋做一个测试，然后希望它后面不要掉太多屑跟磨损到太多。我们跑完之后再回来看吧。今天是要来跑一个渐加速的长距离，预计大概是25到30K。基本上这算是一个强度课哈，是从我的2区的心率会一路的跑到
接近4区啊，甚至是在4区中间，大概这样子的一个强度啊，所以其实最后的强度是比马配还要高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呢，今天要来测试新鞋，来看，是 Ray， 是 Asics 的 Metaspeed 的 Ray。那刚刚试踩的感觉就是很弹，但是也有一点不稳定性啊。那等一下试试看才知道。对了，刚刚已经有试过把它绑成鞋带的这个样式，最终的话我们还是选择了绑跑者节。虽然鞋带蛮短的，但是跑者节还是让我觉得会比较安心一点。它的稳定性的话，目前试走起来是会有一些晃动的。那等一下热身的时候才会知道状况啦。现在跑了5K， 第一个5K 就4:05啦，其实平均配速。然后这双鞋有点弹哎，Ray， 超级弹，然后我步频降不下来，超难降的，一直想要控速度，控不下来。现在10K， 上面5K 的平均配速应该都在3:55左右了。我现在感觉是这双鞋步频减不下来，我要努力控制它的步频，它一直在190到195以上。走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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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早安。现在15K， 前面5K 的均速应该是在345到350内，然后鞋子依然很弹啊。然后觉得小腿有点没力的，就维持看看。哦，后面要进到345上下，加油吧！半马了，现在都是345左右的配速，这双鞋子慢不下来，步频降不下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说后半程它会爆了。好，今天先跑半马就好。我觉得这双鞋真的，非常的可怕。它滚动感和这个带动你往前的这个力量啊，非常的可观啊。就算是到半马，我还是觉得有非常充沛的力量，不管是后掌还是前掌。那要特别看一下的就是它的用力的点。它实际上你看我的指骨在这边，所以它的着力点跟滚动点就是在指骨的正下方，所以你只要稍微脚尖往前啊，它就会一直带着你往前滚。所以我今天其实我平时马配的步频大概在185的上下，那今天的话其实我一直降不下来，我最多就降到188，然后如果脚没力一点，就会被鞋子带着一直滚动到190、191。甚至是更快的到200上下都有，所以就是还是要有足够的控制力跟控制疲劳的能力，才能驾驭这双鞋。那关于稳定性的话，不管是过弯啊，或者说是像美术馆这边有一些地方还是会有一点凹凸或者是斜面，那这双鞋都完全没有问题，都非常的好。那透气性啊等等也都是非常的棒。然后因为它还是跑速度的一双鞋啦，所以我们在350左右的速度踩下去的话，它实际上比我之前必卖的鞋，我感觉起来是能够吸收更多的这种余震，那种震颤感会更少，然后它又有足够的弹性，所以其实总的评价而言，我觉得是个非常棒的鞋子。只是说可能还真的是需要练一下，如何去用步频的方式控制住这一双鞋，不然的话，可能还是会在后半程爆掉。那后半程爆掉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不会是这双鞋没有力，或者是不稳定。再看一下它。好，我们来看一下经过半马之后这双鞋的磨损状况。目前看起来，我在跑的时候是有感觉好像有磨到，但以实际上的泡棉的情况是完全没有磨到的，它只是有一些脏污而已。都非常的棒，回去再洗一下。啊，这是左脚，看一下右脚。右脚蛮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的泡棉已经有一点点的磨损掉屑屑了，但还好，因为其实主要的施力点是这边和这边，这边就是它的最主要的施力点，目前的橡胶啊等等都是没有问题的。OK， 好，那我觉得今天的关于这双鞋的测试大概就到这边，我总体的评价会是，我目前应该还是会用来穿它半马以内的比赛，或者说是等到冬天我的训练再更扎实一点，然后脚力更充沛一点的时候，我可能会再挑战看它。不然的话，如果我没有办法控制好我的步频，它这双鞋应该是会把我带得太快，然后后半程因为脚没有力而失速。好啦，那今天对于这双鞋子的这个测试大概就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对于Ray 这边这双鞋有什么想法或想了解的话，也可以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好了，刚刚紧接着又换上闭麦金碳3去跑了5K 啊，大概410左右的配速，那脚感就是完全的不一样。相对 Ray 的话，就是非常的软，然后我觉得它的缓震和就是回弹都很够。那以闭麦的话，它其实就是相对的更韧一点。那说不好的，它其实回弹的那个震颤感会更强，但它相对的扎实度就更好。那完全不一样的脚感。然后另外一个差别就是说，在Ray 的部分的话，就是大脚趾这边实际上它的泡棉的量是没有到那么充足的。然后像是闭麦的话，其实它是在大脚趾这边的这个用泡棉的量是很扎实的，所以跑起来的脚感又不同。稳定度而言的话，我觉得Ray在转弯的稳定度和灵活度上要比闭麦要好一些。那闭麦这边，以直道而言，它的板的感觉以及扎实的感觉都不错。然后，但是到弯角处的话，其实相对鞋子就会有一点点不稳定的一个状况产生，会不太那么敢转弯。但是我刚刚在穿Ray的时候，在这几个直角的转弯都转得非常的顺。OK， 好，那大概的脚感的差异就是在这边，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下一场比赛的话，就是下礼拜的垦丁日航马拉松。那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喽。